Hi, this is Jack。今天我现在开着的是深蓝全新的 L06，年轻人的梦想之车。深蓝是很想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驾驶者之车这样的一个取向的，所以今天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辆车。大家听完之后，你们自己评判这车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一身本领。首先我要夸的就是这辆车的转向手感。对不起啊，第一次上来就夸，但是这辆车的转向手感是真的很好。你能够在弯道当中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方向盘它的回正力是有在那儿的，让你有一种瞄准心的感觉，你会感觉转向的时候很有信心。这个是我觉得不仅是它本身就做得很好，而且相对于深蓝之前的产品来讲，我觉得都是一次巨大的进步。你要知道，这是深蓝第一次去打造这样一台以驾驶为取向、以乐趣为取向的小车。其次，我要说的就是一个重点了，就是这辆车所搭载的磁流变悬挂。深蓝声称它是法拉利同款296 GTB 上面的那个同款磁流变悬架。那什么是磁流变悬架呢？其实本质上来讲，它也是一种带有一定主动调节能力的减震器，通过它整个避震器内部的专用的磁流变油来调节内部这个液体的阻力和密度。你就可以想象是它一会儿是一个面团，一会儿是面糊，一会儿它又是呈油状，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在不同的路况之下，它能够展现出不同的阻尼。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点。我知道有人会说，可调减震我们见过很多啊 ，CDC 就是一种。但相比于 CDC， 这个磁流变悬架，它不管是在响应的频率、响应的时间，还有它的调节范围，都是要远远高于 CDC 的。那所以它在路上的表现，能够让你更好的去掌握这个车的动态。早些时候，我们还参加了一个金卡纳的小型比赛，那也是用的这辆车。那在那样的一个压榨出这辆车的极限的时候，你依然能够感觉到这辆车的转向、这辆车的底盘，它能够去给到你足够的信心，让你去做动作，不会觉得啊我不敢去转向啊。在金卡纳那样的赛道里面的一个非常极端的工况下，它依然能够尽可能的保持自己的姿态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我现在还不知道它售价，但是我觉得这个表现真的已经让我非常满意了。动力方面，这辆车272匹。后驱0百加速5.95秒。今天早上我们也在场地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度的测试，整个体感下来确实也是比较澎湃的。虽然说这个动力我觉得不能说狂躁，但是绝对是属于那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水平。它能够让你比较自由且安全的去感受这辆车的一个边界和体验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了啊。不过还是有一些美中不足吧，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座椅的姿态。我会喜欢做的更低一点，这个可能会稍微对我对车子的动态感受啊，或者说我自己的一个驾驶坐姿的偏好可能会有点影响。加速踏板的响应性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有一点点的小延迟，但是在运动模式下你几乎不太会感受到啊。刹车的表现我觉得也挺自然的，基本上减压的时间比较短，你脚踩下去之后就能够感受到一个缓缓而来的制动力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标定的比较好的一个刹车。当然我刚刚所描述的情况都是在运动模式下，那如果说你想相对慵懒的去驾驶这辆车，调到舒适模式，这辆车也是能给到你相应的感受的。那调到舒适模式之后呢，你的油门的响应其实不会太有变化，但是它的扭矩的来临的曲线会稍微平缓一些啊。比如说你同样踩到10%，可能在运动模式下你就能得到可能100千瓦的动力，但是在舒适模式下可能就只有50或者70千瓦这样，所以你就能感觉到整个车会没有那么的激进，你随之而来的你自己的情绪也会更加平和一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和车结合的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辅助驾驶方面，它也是非常有亮点。它搭载的是地平线 G6M 的芯片，并且有2颗，这个是地平线目前最新的辅助驾驶芯片。它还有一段式的端到端算法，并且重点来了啊，它还是同级别唯一的激光雷达车型，这个就特别的有意思啊。当它在硬件、软件上都具有了比较好的一个辅助驾驶体验的条件的情况下啊，我就很期待这辆车能够拿出什么样的表现。但是很可惜啊，目前这辆车的辅助驾驶系统还是处于一个工程的阶段，所以我没有办法试到。那我也很期待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去拿到这辆车来给大家做一个有关辅助驾驶的体验，并且是在重庆哦，一来就是地狱难度。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这辆车驾驶体验非常让我惊艳，我想一直开。现在我们停下来看看这辆车啊，整个车的轿跑的姿态，我觉得真的是拿捏的非常好啊。不管是它曲线的车顶，还是整个车头车尾的比例，我觉得都拿捏的刚刚好。然后在这里有一些新的东西，它的车灯花瓣的大灯，这个大灯可能看着跟深蓝之前的车型有那么一些区别啊，非常独特。但其实
它就是深蓝的一脉相承，因为它这个灯的形状是取材于深蓝的这个车标 logo 的啊，所以这样一看你可能就会懂了，这个确实是有传承的这样一个设计。包括这个前唇的这个位置，整个设计的也是具有侵略性的啊，在这里有很多曲线折线，然后包括整个车尾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设计。侧面线条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应该都能够从这个视觉上看得出来。它这一次这个姿态真的是特别的漂亮，我特别喜欢。然后就是这个19寸的大轮毂，它采用的是马牌的一个静音牌啊。电动尾翼相信大家都已经见过不少了，但是这个尾翼确实是还有一些玄机的。首先就是造型，你不管是从侧面看还是从后面看，它都是有弧度的。那这个就看着比那些平板的电动尾翼要更加的精致，来的更加的有设计感啊，它也更符合整个车身的一个线条轮廓。第二的一个就是这个尾翼是真的有功能性的哟，它是具有攻角的，所以它能够在高速的情况下提供相应的下压力，这一点就很好，很得我心啊。好了，我们看完尾翼之后。看看尾翼下面吧，这个后备箱其实我是觉得有些美中不足的，因为它是一个3厢车，所以它的开口大家可以看到，有点像一个棒式开壳，然后开口是比较小的，这一点上就不如一个掀背车了。但是呢，这辆车其实你要硬说储物，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它的纵深真的非常的夸张，哎，纵深是很夸张的，所以储物没问题，并且除了这个后备箱之外，哎，看看这个。超级大的前备箱，这个前备箱其实是从去年开始在流行的一个风潮，但是在短短的这么1年时间内，深蓝就在全新的车型上搞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前备箱。这个前备箱不仅很宽，而且还很深，据说它有将近100升，是最大的吗？我不知道啊，但是就这个观感来讲，我是非常乐意往这里面放东西的。从这个方面也能侧面的反映出深蓝 L06这款车它的电气化的集成度，挺好的。我们去看看车里边吧。半隐藏式门把手，但是机械的。深蓝家族化的向日葵屏，上车之后它就会朝向你，挺可爱的。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内饰啊，首先这个内饰的布局其实已经算是一个版本的标准答案了，没有太多可以去指摘的地方，也没有太多可以去迂回的地方。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样板房里面，它依然可以做一些软装上的设计。首先就是这个方向盘，我觉得很有运动感，我很喜欢啊。然后软包的皮质也挺不错的。接着就是前面的这个中控台，它也有做重新的设计，跟之前的车型都不一样，在前面还加入了这样慢反射的一圈灯带。还有一些小小的凹槽，看着很有品质感，很有科技感，挺不错的。包括在中控台的面上也有这些全皮质的软包，并且还有这种香芋色的这种配色，还有包括这里的一些针织的缝线。我不说这个东西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但是对我来讲，它做的挺好。另一大亮点就是这个座椅，虽然刚刚我说它的座椅坐姿有点高，但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足。这个座椅本身是用料很扎实的。首先，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这个坐垫长度啊，非常的令人瞩目。我这样的身高，大腿承托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巨大的侧翼，虽然它没有可调功能，但是它依然能够提供比较好的侧向的支撑和保护。对于这个副驾，它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零重力功能。车机芯片方面，这辆车也是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它使用的是同级别最新的，也是100万元以内唯一的3纳米天玑 SE Ultra 车规级车机芯片。那搭载在这样的一个车机上，你能得到的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拥有更加多样化的呈现。在导航的时候，你可以享受4图融合车道级导航，看上去是非常的精美啊。而且深蓝还说，这个并不是目前这个车机最终的版本，不知道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呈现给我们。还要说的一点就是，这辆 L06是全系标配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它的最长的版本呢是有68.8度这样同级别最大的电池容量，以及670公里的 CLTC 续航，还有15分钟充330公里的这样的超充的一个能力。其实从我们这么久以来使用新能源车的经验来看，绝对的超充速度并不是我们真的需要去在乎的东西，反而一个电池它本身的这个动力系统的可靠性和耐用性才是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宁德时代就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这个后排的空间表现你们还满意吗？我1.8米的身高，前面是我的座椅，现在坐在这里，我的大腿承托非常的不错，然后腿前的空间1拳到2拳左右，前面的座椅后背是有挖空，然后我的头部大概有2指到3指的距离。这个空间我觉得对于这个车的尺寸来讲，我觉得是将将好的，也不会说落后于主流，挺不错的。然后这个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后排座椅呢，它不具有什么舒适性的配置，什么加热啊、通风这些都没有。不过好在啊，它为了让这个后排的乘客更加的舒服，其实它还是做了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小巧思，比如它这个整个
座包这个坐垫其实是往下凹了的，你能看出来，这里是一个矮矮的一个围墙，能够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待得住在这个后排的座椅里面。所以呢，这方面我觉得深蓝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其实深蓝在赋予这辆 L06很多新装备的时候，它并不是在粗暴的下猛料。你像比如他们为了配合这个磁力变悬挂，去让它发挥功能，他们特意的花了上亿元去打造一体式的双门环车身，还有大压铸的底盘，包括这个 CTV 的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这些都是为了去尽可能的一层又一层加码，去提高这个车身的刚性。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深蓝是真的有用诚意在打造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首款轿跑车型。不知道这样的 L06能获得你的认可吗？